欢迎回来，寰宇全世界。这一段我们把焦点转到俄乌的战场啊。最近在俄乌的前线啊，不是用僵持这两个字可以形容啊，而是前线不但崩溃，后方也出现了腐败，政局动摇。最新的就是俄罗斯呢，他们一次出动430架的无人机，大规模的夜袭基辅，甚至有无人机直接冲入这个公寓大楼啊，造成了至少6人死亡。但是呢，在前线的部分呢，红军城的战线现在被大家所关注，就是会不会被攻陷？因为呢，之前我们也讨论到说有被渗透，那现在俄罗斯的军队呢，从北从南两面推进，用口袋战术，乌军在城内完全被封锁。基辅市长也亲口承认说，目前危急状态到必须把征兵的年龄下修到22岁。代表连大学生都必须要上战场了。好，那现在在乌军缺兵溃败的同时啊，俄罗斯现在还有一支秘密猎杀部队，叫做 Rubicon 啊，这个他们是认为说是个王牌啊，因为他们专门追杀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员，所以他们任务很明确，就是锁定无人机的操作员，而不是无人机的这个设备。因为操作员被击杀的话，无人机就战力归零。所以呢，乌军现在最依赖的侦察跟精准火力啊，就直接被干掉了。那现在呢，俄军的攻击模式转而像在雾天突袭，还有无人机饱和跟压制火炮3合1的战术。乌克兰的第68旅也坦诚说，根本没有办法用侦察影像确认战场的情况，而俄方的无人机跟飞弹啊，也开始针对基辅的关键设施展开一连串的攻击，所以有一个关键点，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就是红军城啊，现在会不会失守啊？是不是进入倒数计时？那也让人关注的是，万一红军城一旦失守的话，会不会就是兵败如山倒，变成了一个骨牌效应？庄老师怎么看？如果综合国际媒体的报道来看，哈，的确。红军城已经进入最后的倒数计时了。那台湾媒体有几家跟执政党路线比较接近，偶尔还会放送一些对乌军有利的正面消息之外，其他都是一面倒哈。不过我们特别介绍一下红军城哈。台湾媒体有会把它介绍成波克这个罗夫斯克，那是乌克兰的翻译。对。那因为这个地方是当年是2战的时候哈。苏联红军对抗纳粹德国的一个战场，所以2战结束之后把它命名为红军村。1962年又改名叫红军城。那后来这个地方又划归乌克兰，但因为为了类似台湾转型正义嘛，要清除共党当年的威权啊，所以要把它改成叫波克罗夫斯克，一个当地的一个崇拜圣母的一个教堂的名字哈。但因为台湾的媒体用2个名字都用，造成一些混淆。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查过了，只有30平方公里，人口6万，但却是呢一个顿巴斯的一个重要门户哈，那它在这个当地是一个交通节点，也是一个后勤的枢纽。特别是泽连斯基呢，曾经多次前往这个地方来宣慰乌军，还这边打卡拍照，所以象征意义很大。那刚刚主任也提到所谓的无人机猎杀部队我们如果看新闻片段可以看到，那些过去的无人机猎杀是无人机猎杀无人机，用自爆或是射击的方式把无人机搞垮。那现在只是猎杀操作员，因为再怎么猎还是要有人操作。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这个猎杀无人机的那些无人机哈，它本身有非常长的天线，可以侦测到电子讯号，然后对操作员展开攻击，所以战果非常显著，让这个乌克兰增援一波一波又被打退。当然特别提到，如果这个地方沦陷哈，会不会造成骨牌效应？坦白讲，因为乌克兰有足够的战略纵深，而且在红军城周遭也有层层的阵地防守，是不可能长驱直入，这个一马平川，马上攻下乌克兰大片土地。但是有政治的意义。第一点，因为俄罗斯毕竟被制裁了几千项嘛，那如果说能够拿下红军城，这个意义就代表我还是一尾活龙，我还有足够的实力，对于国内的宣传很有帮助。对乌克兰来讲会很大的压力，因为这是一个重镇已经丢失了，对民心士气会很大的打击。对于美国跟欧洲列强来讲，会是一记当头棒喝，因为他们全力支援的红军城，最后还是沦为俄罗斯的这个囊中物，所以政治意义会大于军事的意义。对，外界现在普遍的看法就是只是时间问题啊，就是说但是在战场我们看到是有猛烈的炮火，可是在乌克兰你说后方呢却是有不断的失火啊，怎么说？因为呢像是刚刚提到说，像基辅市长说呢，现在征兵的年龄必须往下修啊，连22岁可能都必须达到征兵的标准。
那前线呢经不起长期的消耗，现在就是没有兵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把这个征兵的年龄往下一直调整。另外就是说，为什么是说后方失火？是因为最近传出了贪腐事件。这个泽连斯基呢，最信任的2位官员啊，司法部长跟能源部长，在这个时候传出重大的贪污案，涉案的金额高达了30亿台币啊，折合台币是30亿这么多。而且2个人现在据传是这个报道说呢，是潜逃到海外去。原本呢，这个打这场战争已经非常艰难了，但现在呢，又传出这个重大弊案。所以这2天也看到，欧洲有很多国家领导人也纷纷希望泽连斯基能够向外界说明，第一个后续的处置，第二个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但也有一说是怎么会这么巧啊？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背后有一种力量是要来推倒这个泽连斯基啊？这个部分我想先请教大使的看法。对这个时间上是我一看了我也觉得很怀疑，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调查1年半了。那这个案子的调查机构，它是这个反贪腐的机构，它是一个独立机构，而且有2个独立机构，它不是泽伦斯基政府所能管辖的，所以是独立调查。那这个案子查了1年半，突然在这个时候那么破案，然后金额非常的大，而且我觉得泽伦斯基这个直指泽伦斯基，为什么？首要嫌犯是泽伦斯基的亲信，而且是他从政以前的生意伙伴。那个泽伦斯基他在这个没有当总统从政前，他是影艺界人士嘛，所以他这个首要嫌犯是他以前跟他成立这个影视公司的负责人，对。是他的生意上最密切的，那矛头就很清楚了。对，所以基本上就变成现在这个泽伦斯基应该是深陷一次政治的这个一次这个所谓的一个大地震的前夕啦。那为什么这个时机？那就不晓得，因为你要知道，就川普总统来讲的话，泽伦斯基是很不合作的一个总统。一定要坚持要打，一定要坚持打到现在，红军城也快垮了。对不对？那斯拉夫扬斯克现在也岌岌可危。那么刚刚我看那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他说他们在扎波罗热又攻下一个村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军事岌岌可危。你如果这个连续的话，现在固有的防线都被攻破的话，那这个战争的话，那就可能就变成不是西方国家所愿意看到了。对，那就变成你这样输战就输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突然的这个弊案被这个揭发，那么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对，那现在就变成是不是？那么泽伦斯基要引咎辞职，或者说呢，他被迫辞职，那我觉得都有可能发生。那当然，他如果辞职下来，新的领导人的话。那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西方国家比较愿意见到的领导人，因为现在如果再让泽伦斯这种主战派的人永远打下去的话，那又打不赢，又节节败退的话，那么哈尔科夫也被拿下来，然后这个第聂伯河西岸的部分也被占下来的话，那这个我觉得西方尤其欧洲国家的话会震动。那如果弹劾的话，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普丁当时要讲的就是说，他要整个顿内刺客。那看起来条件还比这个俄军再继续往西打是比较好的。所以照大使所说，不管是弹劾也好，辞职也好，泽伦斯基有可能下来吗？我从早就说，泽伦斯基有2个选择，一个是继续打，尤其是欧洲国家在背后还支持他，所以这部分我跟大使有点不同意见嘛。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主要西欧国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还是愿意继续支持，所以他们需要泽伦斯基在这个位置上面，所以希望他继续啊。对，那美国川普态度是非常明确，他觉得泽连斯基该接受将来部分国土是由俄军继续占领，这是川普的和平方案、停火的方案就是这样。但是目前泽连斯基不接受，所以泽连斯基有2个选择：继续打或者下台，因为不会办选举。只要他们继续在这个戒严的状态当中，不会办选举。所以泽连斯基有一个选择：
主动下台，那让下一个总统决定接受川普的条件。但是如果继续打的话，对于整个战局是没有办法扭转的，因为现在整个我们讲说已经很久没有对啊，是不可能整个逆转了嘛，绝对不可能了嘛。所以那你说他现在要处理说包括贪腐的，我刚刚讲说是不是背后有一种力量？其实在这时候去创造一个他正好可以下来的一个时机。背后的力量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内部有人认为我们该弹劾，就是乌克兰内部，就是由内发动的。对，那另外一种可能是美国了，因为我真的认为西欧国家还是很支持泽连斯基继续打，对，所以两种可能是内部或美国。美国的几率比较高吗？我没有下到消息，我真的知道。OK， 好，所以那你觉得接下来啊，随着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军事据点，像是红军城，只是时间问题，它迟早是守不住的。那接下来就看泽伦斯基怎么做啊。但是问题是，泽伦斯基在这个时候下来，跟他再缓一点时间再宣布辞职，这中间有差别吗？其实是没有差别，是啊，没有差别。但是至少俄罗斯会继续打，然后会是攻打基辅，会继续在乌克兰东部多拿一点领土。其实，在今年2025年快结束了，今年俄罗斯有拿到的乌克兰领土有扩大，但是其实是一点点，没有很多，但是还是有在战场上。俄罗斯还是有这个优势，所以如果继续打的话，俄罗斯的确会多拿一点乌克兰领土。那也就是说，乌克兰能够谈的筹码就越来越少了嘛。就虽然说不是，但是问题是欧洲国家还继续支持了。